各位好，今天是2025年3月27日，我现在在中国广西桂林恭城县城的一个楼盘里，在我亲戚家里。我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个楼盘叫一品江山，它的房价可能在我们广西县城当中是中等偏高的。像这栋楼，它不是江景一线，但是江景也非常的漂亮，每平米大概5000多。前面江景一线的没有任何遮挡的那栋楼，房价是6000多。虽然现在全国房地产不景气啊，但是这个小区它的房价特别的坚挺。这套房子呢，一共有4个卧室，2个卫生间，2个厅，一个是客厅，一个是饭厅啊，餐厅的意思。主卧里有个卫生间，另外还有个公卫。这套房子大概130平米，买的时候花了70万多一点，然后装修连全部的家具啊电器花了40万左右，也就是说他们您包入住的话花了110多万，当然是要贷款的啊。女主人是我家非常亲的亲戚，是我们县城呢一家医院的护士，干了大概有6、7年、7、8年了吧。她人呢是30出头，还不到35岁。她的老公是我认为是上学的时候认识的，他们俩是农村娃，现在住上这样的房子。她的老公没有固定职业，就做点小生意可能吧，具体我也不知道，反正肯定不会赚大钱。像这个家顶梁柱肯定是我家这个比较亲的亲戚啊，也就是在医院当护士的这位女主人。从整套房子的装修来看，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对我从德国回来说，我就觉得真的是非常高。我去过全世界好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去过像美国啊、像瑞士啊这些叫得上号的所谓的发达国家，在德国当然也一样。这样的房子，装修水平，它的布置啊、使用的材质啊、电子电器啊等等等等，反正各方面综合来说，绝对算得上世界上比较高的水平了。像我在德国，我自己的房子要比这里低好几个档次。像我在德国其他的同学圈、朋友圈，他们的房子没有一个赶得上这里的。所以呢，我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像这套房子放到全世界也算非常高水平的了。是不是顶级我不敢说，因为我没有去过像美国超级富豪的家里，但是美国普通人家里我已经去过好几家。我大学同学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某大学是教授，我去过他家，他是郊区一栋独栋的别墅，但是即使他家一个教授他家，他的水平绝对赶不上这里啊，绝对赶不上。他们是今年过年前搬进来的，也就是刚刚装好几个月，所以各种东西应该是最新的吧，也就是反映了我们整个中国这个装修水平。大家想想看啊，这里不是中国一线，而是中国广西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省份，又是广西桂林下面一个县的县城，装修已经到这个水平了。大家注意啊，我这个亲戚他只是一家医院的护士，并不是说什么富豪，也不是说高收入的人群，他们是贷款买这房的，每个月有月供，具体多少没有问啊。买之前我问过我这个非常亲的亲戚，他当时征求我的意见，他说我想买一套房，我就问他有几个房间，他说要4房，也就是4个卧室。我就觉得已经非常奢侈了。他说没办法呀，像我们县城，而且呢一生一世可能就买一次。他说我买，那我就买好一点的，满足我自己愿望，满足我的这个需求的。因为他们俩有2个孩子，2个女孩，然后呢有老人。你看，如果一个女孩一个房间，那就是2个卧室，对吧？加上他们夫妇一个卧室就3个了。另外呢，在中国有这个传统，就是老人一般可能希望呢和自己的晚辈呢住在一起，那么又需要一个房间，老人房就4个房间了。所以这套房相当于刚刚满足他们的需求。然后买房的款大概前面说了70多万，当时我就问他啊，你的收入有多少？他告诉我了一个月多少钱，其实有点出乎我的意外。当然不到1万块啊，在我们县城不到1万块。反正我听到那个收入以后，我就感到非常的惊奇。难道现在在中国当护士的收入那么高吗？就是各种各样加班呀、补贴样算起来，
有差不多1万块，具体多少不好说啊，离1万块还有一点距离。然后我就问他，如果你买房的话，肯定要贷款，那么你要做最坏的打算，比如说你的老公1分钱收入都没有的话，那你能不能首先保证你们家的生活，你2个孩子的读书？如果你能保证你们这生活，还有保证你的孩子读书不落下，然后你每个月用你个人的收入能还贷，那我就建议你买，否则我就建议你不要买那么大的啊。他告诉我，他说我可以。我听到这样的话我就放心了，我说那你就买吧。然后呢，我自己也支援了他一些付首付。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这虽然是广西下面一个县城的房子啊，但是它装修使用的材料已经是非常，我认为啊已经非常非常高级的了。比如说那入户门，它是一个密码锁的，我看了特别的结实，听说花了2000多块钱。然后呢，这里的这窗户啊都是断桥铝的，至少是2层的中空的玻璃的吧，也就是它是真空的里面，防热也那个保暖，对吧？这是比较好的，使用的材料特别好。所以刚才我说了，像这样房子啊，它已经算得上放到全世界已经算得上非常高级的了啊。所以从这个侧面就可以反映出啊，目前中国这个经济还有它的那个各方面已经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了，在县城，对吧？做一个护士，可能收入在全国也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因为中国它这个产能，所以导致了可能整个这个物价不是特别的高。然后呢，像这种硬件的东西，普通中国人都能够消费得起，不像我们啊，如果我在德国想要这样的房子，我肯定要脱几层的皮，要花很多 money，可能才能享受得起。另外呢，在德国，不像中国这整个产业链还有整个装修这链那么的齐全，在德国即使我想找装修的师傅，可能也非常难找。当然，这样的门窗在德国已经很成熟了啊，因为我们在德国的房子都用这样的门窗。当然，这样的门窗可能是20年前开始吧，特别是过去10年，越来越在全国大范围的推广了，这我觉得是好事啊。当我看到啊，我自己家的很亲的亲戚能够住进那么好的房子，我就感到非常的高兴。这也是中国往前发展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例证吧。好的，朋友们，大家随着我的镜头来看看我们全国经济比较落后的省份广西桂林下面一个县城的一套房子，我们看看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你们看到之后呢，如果你是在中国大陆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你们那边普通的阶层，比如说如果是有个人呢是护士的，那他的家庭能不能买得起房？然后他的装修条件有没有真的那么好呢？我觉得这点完全可以大家横向比较下。看小区内部啊，这是门卫那个地方。这里呢，这小区是理念比较先进的，它是人车分流的啊，就是说在这个小区内部看不见车辆，那车辆是停在地下停车场里面。这个小区一共有大概6、7、7、8栋楼吧，越往后那楼层越高。我们看看它的小区的绿化是不错的。其实啊，在中国这种小区的物业管理，它非常赚钱的。它前期其实没有怎么赚钱，后来呢，入住的越多，它的那个赚钱就越来越多，因为它是按每平方米来算，它其实真正的成本不是特别高。我是通过内部人士才得到这样的信息的。每年像这样一个小区，可能它的利润有好几百万人民币呢。的消防也做得不错，因为现在我们这里的今年春天特别的干旱，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草啊也不是特别的绿，但是这种鲜花什么之类的，我认为还是挺不错的呀。里面特别的安静，相对来说可能这个小区人的素质也比较高一些吧，所以比较干净啊。因为现在是下午，所以小区看不见什么人，一般是清早啊或者晚上啊看见人比较多。我就在小区呢稍微走一走，给大家看看目前像咱们中国，注意啊，这里是广西下面一个县一个小区啊，
现在就这样子了。我认为它是已经相当干净的，管理也不错。反正我去过很多国家，我发现像中国这种小区，它的那个整个质量还是挺高的。而且目前我们看到啊，就中国人的这建设的这建房，它的质量啊，还有它的门窗啊，质量都比较好。像德国一般是没有这样的小区，有是比如说上世纪70年代的，当时的房子的建设从设计来说都不怎么好，所以现在在德国如果有这样一片一片这样小区的，一般都是贫民窟，就是里面人的素质比较差，跟中国这种小区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性质、不同的概念啊。中国像这种小区一般是中高端的，对不对？中高端的，但在德国它是低端的，一般是什么社会底层的人啊，或者是外国人呢比较多。等一下我就进去了啊，你看它的进小区的那个单元，它也要刷脸什么之类的。因为目前刚刚入住，所以现在目前呢还不是刷脸，好像还没有开通吧。今天有一个电梯，它在那个把电梯里面呢，把它弄一层相当于保护层的，因为现在装修特别多嘛，为了保护电梯，所以要弄一层那个木板。好，现在真正的进入咱们这套房了啊！你看，有这个密码锁的啊，就是数字化的技术，有什么摄像呀、AI 的那个摄像头等等。开了之后，他会说欢迎回家。然后我们看看内部啊，进来左边之后，它就是有这个鞋柜，可以装很多的鞋，我觉得挺适用的这样的解决方案。然后呢，右边这里有什么门禁系统啊，还有上网的光纤啊，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光纤啊，非常快，我今天试了，这网络非常快。然后呢，这个呢是电的，这各种电路啊。好，现在进入右边是客厅啊，这个最左边的这个是相当于老人房，就是给老人住的，或者是客房也可以。这是一套四个卧室的一套公寓啊，里面有一个高的那个定制的柜子，衣柜。刚才看到前面呢可以晾衣服。好，这里右边呢就是客厅了啊。这客厅和这个餐厅是连起来的，而且这个厨房呢是开放式的。我家的亲戚喜欢开放式的，因为这样显得比较开阔。一般很多中国人他的厨房喜欢用那个，比如说玻璃门把它隔开起来。我认为啊，开放式的看上去呢更开阔、更心旷神怡啊。然后呢，各种家电呢是齐全的，烧水壶那就更不在话下了，对吧？插座也比较多，我觉得这很好。电饭煲，对吧？这是苏泊尔的，是国内一个中端高端的品牌吧。然后美的的这个微波炉，这个是蒸笼也比较好，是九阳的。什么高压锅啊，还有这种煤气灶啊，这是方太的，好像它的品牌吧。然后是橱柜呀，但是橱柜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不是那么先进了，从它设计来说啊。这是抽油烟机，也是方太的，也是中高端的吧，在国内的品牌，对吧？它这煤气灶我觉得也挺好看，挺美观，设计看上去比较新颖。然后呢，就是厨房的什么放碗的啊、筷子呀，还有放油的、调料的等等，对吧？还有是沥水的架子啊。这那个洗水槽，这个洗盆子的，其实挺好的，我忘记拍了。它是就是只一个呢，非常的宽，大概有70公分宽左右。这有个洗碗机，我没有打开，我不知道怎么打开的啊。然后这里可以有一些放餐具的啊，也挺好。这样拉出来，它是静音的，我觉得非常不错。下面也是放碗筷的啊，
又有一个静音的一个橱柜，也相当不错，收纳很多东西。然后呢，这个呢是可以放一些调料的吧，也可以拉出来，这样也比较节省空间，能放很多东西。这也是标配了，现在在中国这厨房里面。然后它挂了一个那个叫什么垃圾箱在外面，这里面你看也有很多的东西，很多电器方面的，我看不懂啊，可能有个滤水器吧，过滤的。然后呢，有个非常对，再看看这洗碗机，洗碗机也包括消毒功能了，所以他们家就不用消毒柜了。一般如果没有洗碗机，一般的家庭在中国有一个消毒柜。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海尔的冰箱，可能有好几百升的容量吧。上面是冷藏，下面是冷冻，空间非常大。因为他们刚刚搬进来，而且不是天天住在这里，所以冰箱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空的，没有放满。如果一个4口之家、5口之家，真正的住在这里面，肯定是塞满东西了。但在这里我发现啊，他们家有好多只鸡蛋，而且是土鸡蛋啊，就是自己农村家养的自己的鸡生的蛋、下的蛋，然后呢来了这里，大家看到那个鸡蛋上面很多鸡屎的啊，很脏的，就表明它是真正的有机的鸡蛋。然后下面是冷冻了啊，冷冻了一些东西，比如说大的虾儿也冷冻下来了，各种各样的冷冻的食品。这里也有冷冻的辣椒，可能是自己种的吧，还有冷冻的包子啊、饺子之类的，汤圆也有。好，我们看左边油茶锅，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啊。这里呢是一个很大的洗衣机，小天鹅的，是中国的一个品牌。然后呢，这里洗衣机呢是洗和烘干一体的啊，有烘干的功能。这里呢是春天回南天的时候比较实用，或是冬天没有很多阳光的话，像这样定制的像这种洗手台啊、洗衣台，我觉得也非常的好，非常的适用。外面是我们宫城县城的一个体育场，这也是一个新的小区吧，这一带。后面呢也是属于这个楼盘的啊，属于这个小区的。越往后呢就楼层越高，大概有32层，后面那里。每一个单元里面有两部电梯，有的时候可能有点要等。这里呢也可以挂衣服出去，这样充分的利用空间。从这个方向看啊，这是餐厅，往客厅方向看，连成一体的，特别大。我估计呢，从目测应该有50个平方左右吧。这个客厅和餐厅，甚至呢60个都有。这是一个酒柜，法国红酒，是我从德国带回来送给他的，不是什么高端的品牌，反正是平时自己喝，觉得那个味道比较好。其实我觉得红酒啊，还有什么葡萄酒，反正挺讲缘分的啊。有的人喜欢这个品牌，有人不喜欢。有的其实无名的品牌，只要它酒庄的酒好，其实呢都无所谓，好喝就行，不需要什么品牌。从这个方向看，你看它的厨房，我觉得特别的现代化。我特别的羡慕它这个厨房以及它这个餐桌啊，非常的好，这椅子也非常好，反正挺有品味的，我觉得。这个是烤火的那个烤火的桌子，因为我们广西北部啊冬天比较冷，所以一般的家庭都需要一个烤火的东西。像在城里，现在用电烤火比较好，因为那没有烟嘛，对吧？它这里呢有一个中央空调。刚才下面那个呢是一个烧茶的一个小柜子吧，然后这里有个大的那个电视墙，这个电视好像是85英寸的吧，挺大的。但是设计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个电视墙有点怎么说呢，有点保守了，不够大气，不够现代化。
但整个房子的设计呢，我比较喜欢的风格。有些细节不太喜欢，但是大体方向我是比较喜欢的。我也特别喜欢这个茶桌这个地方，这一组茶桌，在这里坐着呢，坐着可以看非常棒这江景啊！你看后面的山，对吧？还有这河水非常的好，非常的清。我们广西的河水一般来说都是比较清的，水质比较好。好像在全国啊，这是水质比较好的前30个地方，广西至少占了1/3吧。整个广西占了1/3啊，是很不错的了。工程的水质也不错，它的景色也不错，对吧？你看这江景，看去呢特别心旷神怡。我很羡慕这样一套房子，真的，这样一套房子啊，相当于您包入住，4房2厅2卫，130平米。您包入住，包括所有的那个装修以及所有的电器啊、家具等等，110万人民币左右，相当于差不多15万欧元吧，差不多这样子，也就是16万美元左右。在中国是没有那个房产税的了，买了之后就没有了，不像美国是你价值的1%，甚至你要看哪个地方啊，甚至更高都有。也就是说，每年如果是你的房产价值是100万美元，那么你每年的那个房产税至少要1万美元左右，甚至呢2万都可能。那么如果是70年这个房产税，那就可能100万美元左右了，对吧？好了，这是一个客房。我的亲戚他说留给我，我回来想来县城住，那可以让我住这里，这是我的工作的电脑，对吧？我觉得挺好的，大小也够了，就短住的话肯定够了啊，因为有个比较大的衣柜呀，有个写字台，对吧？然后呢，我在房间里面可以看得见江景，有的时候我就坐在这个沙发上面，很惬意，很放松，所以我特别喜欢。然后呢，它这窗帘是智能的，你叫它小易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它会自动打开窗帘，或者呢自动关上。好，我们从客厅呢往餐厅方面看啊，然后呢转一个弯，左边呢就是工位了啊。工位现在中国的装修风格一般是洗手盆在外面啊，那个镜子也是有灯光的，可以开关，镜子里面有灯光的啊。像这样一体的，我觉得这设计也挺好。然后因为我们南方喜欢蹲式的，然后还有个淋浴，这样不错。我呢比较喜欢干湿分区的，所以我对这个洗手间不是特别满意，但是主人满意就可以了，对吧？我说了不算。他们家有2位公主，所以它的装修风格我们可以看到是适合小女生的，对不对？这颜色小粉红啊，对吧？是适合女生的。然后有一些玩具，因为女生呢7、8岁，所以这装修还有童趣的味道。但是从房间的设计来说，已经非常的不错了。小女孩能够有这样的单独的环境，真的不错。然后呢，在这里每个房间都有景观，而且景观都不错。除了那个客房，就是老人房之外，这衣柜啊、衣橱呀也挺大的，能够放下很多的衣服。但是我发现衣柜的门不是特别的好，这是遗憾的地方哦。放了一些装饰的东西，小女生可能喜欢这样吧。好，出来之后呢，等一下我们就进入主卧了，看看主人的卧室怎么样。我是允许进去的啊，因为是我家的很好的亲戚。这里有个叫什么飘窗，这飘窗够宽，有1米或是1.1米宽左右。然后呢，坐在这里喝茶喝咖啡，过慢生活，可以看外面的那个江景，非常的好。我真的特别喜欢，特别羡慕有这样一个主卧，真的特别的惬意。今天的天气不是特别好，因为能见度不高。
你看坐在这上面喝茶喝咖啡是不是特别惬意？下面可以放一些什么衣服啊什么之类的，或者是喝茶的之类的东西都可以。这里有个立镜，然后呢，可能是空间的原因呢，没有留出从另一面可以上床的一个通道啊，这没办法，因为女主人当时的自己的告诉我设计呢有一点点问题，这里有个进入式、步入式的那个衣帽间，是她专门隔出来的，从那个刚才我说给我住那个房间隔出来的，这也不错，有一个这样的步入式这个衣帽间，在这里可以化妆，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设计还是不错的。唯一的不足的就是没有景观的那个房间，这个步入式的衣帽间没有景观了啊。我才发现呢，它这个床呢下面有个感应的灯带，走过去呢那个灯会亮。然后呢，这个我特别喜欢这个卫生间，因为它是干湿分区的，有淋浴房。冬天它是可以那个有暖气的啊，那个顶部可以有暖气，而且这个马桶它是智能的。这洗手盆也不错，那个镜子呢也是有自己的灯光的。我没有试那个马桶的功能，不敢试，因为我没有用过啊。我是乡巴佬，他们呢都用上智能的马桶了。这应该是中国的那个品牌吧，这个箭牌对吧？智能马桶有感应，我没有用过，所以我不知道啊。听用过的人说，用了之后呢，他就再也不会用普通的马桶了，不习惯了，特别是冬天，因为上厕所的时候它会有那个热水洗屁屁啊。好，我们看了那么久，大家觉得像这家主人的装修啊，他的风格你们喜不喜欢？当然，我也发现有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但是已经装修好了，你再说也没有用了，对不对？整个房间的灯光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也比较时尚。从整个风格来说是简约的风格。我自己本人不是特别喜欢新中式的风格，我反而喜欢这样的。但是我发现呢，它整个风格装修有点工业风，也就是呢，这个灰色的有点多。如果是我可能比如说在卧室里面，它所有的柜子我可能改成了雪白色，就烤漆的那个白色，这样就显得不是那么的单调了，或者不是那么压抑了。因为久了之后，可能灰色大家都不喜欢，之后就改不回来了。好了，就这样，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